你说我们要不要也改表？对啊，我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。买小魏，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？对呀，有没有？是有，但具体的我不能说。哎呀，说，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吧？侬呢，不要讲话，你只管要么点头，要么摇头。来想，够不够？对，是。买可以，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不能全买，尤其是不能借钱。好吧，知道没？哎，放心吧，魏哥。对呀，放心吧。感谢小魏哥。我们都多久没开张了？这是一定干不大。这回赚钱了，我先换面戏。阿文还要娶个新媳妇呢。哎呀，周一，他连旧的都没有，哪来的新的？等赚钱了，媳妇的事包在豪哥身上啊！千万别，豪哥，你妹每一顿吃2斤饭，我养不起。你说闭嘴是不是？啊！我开玩笑，豪哥。狗仔，狗仔，我听说你让大家买那个什么券呢？你也想买啊？我才不买呢！你最好也别买啊！你别让大家买，否则你要遭埋怨的。遭什么埋怨啊？我和我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，什么库券、公债、股票，那都是变着法从老百姓兜里骗钱的。这次不一样。哪次不一样？哪次都一样。天底下就没有新鲜事。你不懂就别瞎说。这次建设库券是为了提振经济，是党国大政。你不支持也不许唱反调，更不许拖后腿。你不识好人心呗？行，那等你回头破了产，你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。我就算破产了，也会比你有钱的。车慢点来，卖这么多车吧，我们要做卖这么多，哎，我们要到包法律师慢点啊！哎，老板啊，这个好呀，你看涨了呀，涨了，加一个，一万，哎，小伙子，你看涨得这么好，你要不要加一点啊？不用了。哎呀，不加可惜了呀，哎呀，哎，我们来加啊，我们买啊，哎呀，是不是又涨了呀？又涨了呀！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涨得这么好，是吧？哎，回来，对了啊，对，可以的。刘经理啊，今天的成交量怎么样？成交量很大。好，去忙吧。好，不错。这次财政部库券的发行计划比我想象的要顺利，说明民众对我们的国服有很强的信心。如果这次能成，以后咱们再想搞建设就不愁资金了，先生。先生，徐若来。魏若来，先生，今天交易所有些意外状况，有人在抛售库券，而且成交量不小。我猜测会不会是银行啊？不可能，他们没这个胆儿。财政部明确规定了，银行无权对抵押的库券进行交易。我猜测他们是不是不太看好库券啊？所以想高价抛售，低价回购，这样一来一回的也能赚10几个点的利润。这事儿先别声张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是。有些人胃口真的是大，就不怕撑死。先生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些人要倾家荡产了。干！来，这个得感谢老板。坐。哎呀，老李啊，我手头的那些库券都抛的差不多了，你呢？我的也全抛了呀！我是真没想到，
外面这些市民现在是如此的疯狂，你抛多少，他们就能吃多少，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哎呀，他们以为是有人在坐庄，都想跟着喝点汤，实际上真正坐庄的人早就撤了。哎，这个消息一旦放出去，瞬间就崩盘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再回购，最起码得有10几点的利润，搞不好30点都是有可能的。诸位，听我说一句话啊，赚钱不要忘了国家。哎，该捐就捐一点，否则的话，南京那边面子过不去啊。那是一定的，要捐的必须捐。我捐5000大洋，怎么样？5000。打包叫花子吗？我捐8000，我也捐8000，那我就赚1万吧。我15000。于老啊，咱们收的那么多，啥时候抛呢？不会最后砸手里吧？阿拉。他也对阿拉还是没信心啊？那倒不至于，只是那些银行都在抛售，我这心里有点没底。康爷，侬不是消息蛮灵通嘛？有空呢，侬去打听打听，财政部对搿桩事体是啥态度？康爷，康爷，打听到了，前2天在一个内部酒会上，孔先生亲口说，财政部会提前收回库券。属实吗？财政部的高官都已经默认了，此事儿已经是铁板钉钉了。就是说，现在买进还有的赚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向民间扩散，到时候散户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疯狂。好，下去吧。好啊，妙啊，妙哉呀！老头还不空搞啊？对，这样多少钱？管侬啥事啊？哎，周姨，最好了，你跟我讲讲嘛。侬放心，等周姨赚了大钞票，侬、老头、伊拉、房租，周姨通通给你们打8折，开心吗？真的啊？那我老开心了。我今天啊，在证券交易所听人家讲南京的消息，说是财政部啊要提前收回库券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还要涨，要大涨。如果这个消息要是真的，起码涨到80。听到吧？那如果是假消息呢？哪能可能呢？我表阿哥丈母娘家的亲眷就来了财政部，他讲了，财政部的人都买了，不但买，房子都抵出去了，财政部的人都买，啥道理？要叫我说啊，还是见好就收，不要贪心，贪心没有好下场的。我当年要不是贪心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侬不是贪心，你是根本没有发横财命啊！我想了想，要么我把房子也抵出去，继续买啊。这个不行的，周姨，魏哥讲过的呀，量力而行嘛。小魏只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，伊拉哪会得晓得库券要涨多少啊？这种事情嘛，是财政部讲的呀。还是去问问若来好，不要冒险。老头讲的对个，应该去问问。哎呦，但是就是你问了，他也不肯讲呀。要不我去试试啊？我俩交情够深的，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讲实话的。但是你呢，实际了当去问他了，他也不肯跟你讲啊。你这样子问他，魏哥，你买的库券什么时候抛啊？小魏假使同你说，我什么时候要抛啊？哎呦，就说明要涨。有道理，这是央行负责库券的发行，他们接触的都是第一手的消息。
说出来的结论很准确，听说来的没错。那我去问问了。好呀，我等侬消息。好。谁来了？辉哥，哇！怎么来了？来给你送点宵夜。哦，这个舀子鸡汤，尝尝。谢谢。别小心烫啊。哇，好，早点睡吧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有点事想问问你。哦，来了。哎，说一说啊，顺便睡。好。坐。辉哥，我还想再买点股权。周姨最近赚了不少，你觉得现在买还能赚钱吗？我知道你不方便讲，没关系的，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买，具体买多少我自己掂量。目前的这个趋势，到80应该没问题。但是之后的趋势我就看不清了。但我能确定的是，这一次一定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。80，你确定吗？但你记住了，千万不要借钱，一定要量力而行嘛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，从来不担心的。那我先走。涨了吧？多少？80。80啊！哟，太好了，说明财政部的消息啊是真的。到80啊，赶紧抛啊！哎，是啊，魏哥说了，这次如果搞不好的话，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的。哦哟，他讲的是其他人，不是阿拉。等我发了财以后啊，把你们的午饭通通包掉，3菜1汤，1荤2素，开心吗？开心，真的假的？周姨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这点钱，这哪怕涨到100块也换不了车。要多少？能借多少？没抵押，撑死了也就几个大洋。谁说没有啊？我把自己抵了不行吗？你就这德行，白给都不要。哎，老板，我能拉车，每个月有固定收入。那又怎样？我把之后10年收入都抵了，能借多少？啊，
是，我给你们住的房间，统统都不住宿。我也没有办法，大家不要激动嘛。骗子，大骗子！事发突然，我也没有想到孔先生会这样嘛。他这个局，骗子，大骗子！财政部从一开始就想坑咱们，早就都偷过了的。大家不要吵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真的不至于啊！怎么不至于？南京从一开始就算准了，我们都会违规抛售库券。如果到时候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数目结算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扣上破坏债信的罪名，军法处置啊！从一开始，他们就在这等着咱们了。是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大家不要吵，不要吵。事已至此，咱们也只能回到交易所高价回收库券了。已经涨到什么价了？怎么回收？怎么回购？你知道我们赔了多少？你算过吗？那就不回购，大不了拉出去枪毙，挨个都枪毙。要钱还是要命？你们自己掂量掂量，吵有什么用？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嘛。其实，不想按照市价回购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怎么说？我倒是认识个人，他手里面有不少库券，而且价格好商量。先给个大吃饭呗。 90，什么90啊？你不如直接去抢了。杀了我！现在的行情才是多少，市价才多少啊？是啊。各位不要吵，按照这个涨势，迟早是要涨到100的。而且你们进场回购会涨得更凶，90已经很便宜了，而且量大管饱。好好动动脑子，珍惜一下这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吧。 与其被追责、砍头抄家，不如现在就认输，好歹留条命，还能给自己留点养老钱。各位，为了家小，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吧。进。 先生，库券要出大事了，先生。何以见得？建设库券是为了国家建设，但是现在已经违背了初衷了。那些银行违规抛售，之后需要尽快赎回的。他们已经在做了。在交易所赎回吗？之前卖给谁的，现在就得从人家手里咬着牙给买回来。但是价格呢是人家说了算，一出一进，赔个底儿掉。先生，您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？我早就知道，我也很生气，但是对于有些人呢，没有办法，他们太贪婪了，不给他们点教训，他们不长记性。那银行破产了，那些小储户怎么办呢？有不动产，清算不动产能把他们的账给填上。那些散户呢？不来了。这次呢，有些人是投机者，他们是蛀虫，不要把你的善良用在他们的身上。但对于有些人呢？ 他们是想为上海的建设出一份力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没办法了，自求多福吧。第一个是我的，第一个是我的，你帮我看看，这个真晚啊！ 抛还没有抛的，哪里晓得赚了多少啊？阿拉这次呢，一定要并牢啊，不到100，绝对不抛。对，等到阿拉都赚了大钱，你们几个，通通换一辆新的黄包车。好，行。阿玲，哎，做2件旗袍。行，我还没穿过呢。我呢，我要把这个房间呢稍许装修一下，
阿拉的门面呀。对。不能周姨一个人发大财，大家都吃到红利，对吧？哎呀，谢谢周姨，能抛赶紧抛啦，不能太贪心。哎呦，回来，你们赚的已经足够多了。哎呦，回来，抛！等一下，小魏要是回来，问起这件事情，大家一起讲，抛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。哎呦，小魏撸书来，一见到我就讲。抛了吧！他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是老的，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，但是这次小魏是不是叫我们80抛啊？哥们现在是不是涨到90了？阿拉要是80抛的嘛，少赚多少钱？你不会算的。哎，若兰回来了，魏哥回来了。小魏啊，侬回来了。你们阿拉全部抛了。哦，阿文抛了，我也抛了。你们都我们都抛了。有什么内部消息啊？现在酷券炒得太热了，风险越来越大。像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，千万别当最后一个。不会的，阿拉又不是港督，侬放心。对。啊，确定都抛了。对，都抛了，真的抛了，都抛了，抛了。好。周姨，要不明天我们抛掉吧，已经赚的够多了。对呀。那放心，我已经找朋友，已经做好了，等到100马上抛，好吧？行，好了，就那，走了，碰到去了。好。这几天的报纸都是建设酷券的，铺天盖地。我知道，就连公债司司长、财政部部长都赤膊上阵为酷券做宣传，还有我哥和魏若来，每天连轴转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一次我有些拿不准，明面上是振兴实业、搞战后建设，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？老蒋的本质啊，他就是个军阀、独裁者，他在意的不是民心，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。所以那几年啊，才怂恿他们到处大肆敛财，那是他统治的手段，可笑，可悲。我觉得这一次失了民心，就很难缓过来。人民对南京最终会失望，那个时候，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。就像魏若来，贾必安伤了他一次，这次更会失望。这种过程非常痛苦，我们都有感受。只有自己去经历、去反省、去思考，才能从所谓信仰的废墟中爬出来，才能更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。先生，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，万一有人开始做空，一定会造成恐慌性抛盘的。他们不敢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这一轮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没必要做空啊。从银行手里已经赚到钱了，何必再坑老百姓呢？再说了，毁了酷券的生意，影响了大局，南京方面不会同意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做空的。咱们这央行除了钱，还受法律和枪的保护。相信我。杜先生，您放心吧，我知道您担心市场过热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已经召集了各大银行，要求他们明天在收盘之后立即锁仓，5年之内不许卖出，将整个酷券的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。我知道，控盘锁仓，
所长，你俩太天真了。财政部今朝已经正式发话，澄清谣言，并没计划要提前收回库券。搿个消息一放出去，库券的价格，这帮银行啊，这一进一出，让他们把前些年赚的钱全都吐出来，还得倒贴。吃完了银行，接下来该吃散户了吧？现在已经赚了将近2倍了，我看啊，差不多。明朝一开盘，拿赚得来的钞票再去做空，还好再赚一2倍。那看哪能？好啊，好啊，当然好啊！喂，柯南，曾先生，赶紧把手里的库券全部抛出去。这不行吧？本来就是说好的今天要锁仓啊。不要多问，全抛。可是宋先生。对，先生，今天建设库券的走势很蹊跷，刚开盘就开始往下跌了。把库券都抛了，能抛多少抛多少。不是应该锁仓吗，先生？我让你抛就抛。是。快，把建设库券全抛了，抛了。赶紧卖，有人在打盘。抛，快点抛，跑，快去，快。先上一半，快！先生，总裁电报。接委员长急令，兄已赴南美考察经济事宜，建设库券崩盘在即，以地之痞性，定会一查到底。但其幕后真相，绝不可示之于众，否则将动摇人心，殃及政府之信誉及委员长之威望。望图南成立善后委员会，稳妥处置，大局为重，切记，切记。
这话咱你也敢说？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？无耻之极！我听说崩盘当天夜里头就有好几辆卡车去交易所拉钱，都是临时从军方征调的。老蒋抢了百姓的血汗钱，拿那些钱买枪买炮围剿苏区。大敌当前，抗日不积极，就知道整天搞围剿。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9·18后啊，攘外必兴哀内就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国策。老蒋说：“去腐乃能防杜，言犹在耳啊。”他们自己倒成了巨大的杜。我有点担心魏若来，这一次，南京肯定会逼迫央行背锅，我哥肯定是扛不住压力的。那接下来，就将由魏若来具体执行。如果他做了，那手上就会沾满血，成为他履历上的瑕疵。只要能拿到那份恶意操纵证券的交易清单，就能把真相公之于众。只是交易所已经查封了。查封了？这是交易所的建筑结构图。找机会啊，潜进去，将库权、大额交易清单找出来。好。宋云啊，哎，先生，写一份报告，把库权发行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，交给财政部。是。央行不背这个锅。明白，先生。回去工作。先生，我建议立刻调集所有交易清单，追查幕后黑手，越快越好，否则他们可能会销毁证据。先生，别再犹豫了。大额交易清单都是严格保密的，他们未必会提供。恶性金融事件是可以特事特办的，强制交易所突破保密制度。先生，这事儿就放放吧，若兰，牵扯的面太广，也急不来。先生，眼下呢，最重要的是民意，要尽快的给民众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平民愤会出大乱。把幕后黑手抓出来，接受惩罚，就可以平息民愤了。先生，我猜测这次一定还是张明权和于世清他们。哎，如果支持他们就好了。他到底是谁，先生？揭穿真相会激起更大的民愤，一旦失控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南京吗？看来宋先生早就知道了。宋先生还是可信。那是上面的人吗，先生？到底是谁啊？你别再猜了，魏若来，别再猜了。揭穿真相，这次倒霉的不是几个小喽啰，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，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。我们党国刚刚形成形式上的统一，正是那就更要破旧立新啊！搞建设呢，更要破旧立新啊！身上长了脓疮不剐掉，会得败血症的。再不拼，咱们央行的信誉就彻底崩了。我现在正在捍卫我们央行的信誉，用谎言捍卫信誉吗，先生？有的青山在吗？这青山有虎狼会吞噬，百姓的血肉留它又有何用呢？我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。你说什么？不想干了？
先生，之前我假闭案的时候就有想过辞职，但是我忍了，我听您的了。这次我真的忍无可忍了，对不起，先生。若来正式辞职，对不起。魏若来，魏若来。钱呢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没骗你，阿文，你下来。你说过我能买能进，说过的。我是说过，但我政府说了不许借钱。你们下来都能赚钱的。广播里说过，报纸上也说过，也说过，周一也说过，文人都说可以赚钱的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以后我慢慢还，慢慢还。你先下来。哪里还有以后啊？你今天有钱的已经上门来了，我不会把之前赚的钱都亏掉了。现在还道歉了，他们几百块大呀，几百块呀，我怎么还？我就算把腿跑断了，我也还不上，我利息都还不上呀！我帮你还，我帮你还，我把那些混蛋全都抓出来，我帮你还。你先下来，阿文，我还你个公道！你根本就斗不过他们的。上次那个假骗子怎么样？那么多兄弟不还是白白死掉了？你再变心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骗光。这些畜生，他们就没打算给我们留活路啊！阿文，你先下来，阿文。我来。你是羊，不是狼，早点退出来，否则你迟早也会被他们给吃掉的。世界并非如你想象中的大，用一颗心就能感受到它。时间因为及时给出的回答，藏在种子里，去为来开花。不要留我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的风沙，我也需要哪怕只是一句温暖的话。铺天盖地黑暗中有风雪交加，
我知道不怕，因为聚沙成塔。不要有我一个人点燃半个世纪的火花，我也想要，哪怕只是一幅小小的画。微暗渺茫阑珊处，藏中驶过他。我知道出发是为了有个回之家。世界并非如你想象中复杂，闭上眼看着光，你要相信它，星辰不再白日荒废的繁华，深潜在海底，在夜